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大家来到由哔哩哔哩官方举办的93阅兵特别企划直播间，我是本时段的直播嘉宾王潇。虽然大家无法现场见证这个盛景啊，但是即刻打开 B 站搜索阅兵这两个字，参与由新华社和 B 站联合发起的阅兵我们一起走方阵线上活动，选择任意方阵加入，获取专属于您的带定制编号的线上方阵参与纪念，与千万网友共同见证。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央视新闻在哔哩哔哩的阅兵全程直播累计观看人次已经达到了2.3亿次，评论互动是1480万次。此外呢，在 B 站有将近40万中国台湾的用户也观看了阅兵直播。同时此次直播互动中充分展现了 B 站年轻用户们高昂的爱国热情，弹幕也是被战车上链接、各地大学生发来贺电这种评论刷屏了。所以呢，在直播的过程中，大家可以点击屏幕下方多多参与答题互动和天选时刻的弹幕互动，那就有机会获取精美礼品。好，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2位 UP 主，一个是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硕士、时事评论员历史哥李一修，欢迎。大家好，我是历史哥李一修。今天呢，真的很高兴受到 B 站的邀请呢，来到这个93阅兵的特别节目。当然，特别呢是来看我的好兄弟王潇那因为我们平常我们做这个岛连线在这个 B 站上面也很受大家的欢迎那能够呢实体的来一场这个激情的连线呢，那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满意我想很多的思维碰撞在现场的时候呢，那个激发出来的肾上腺素，还有让你这个脑袋整个发热发胀让大家一起来深度思考。到底中华民族的伟大未来到底在哪里？我期待今天的一个分享。好，那么第2位也算是咱们的国际友人，欢迎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塞尔维亚 UP 主飞利浦，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也非常感谢 B 站这次的邀请，非常荣幸能够跟2位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进行这场直播。对我本人来说，这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反法西斯战争，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曾经参与过。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过，而且那年他们只有14岁、15岁、16岁，所以我们的总统这次也来了，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重要的日子，跟2位一起来做这场直播。特别好 ，OK，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今天的这个阅兵呢，在观礼台上面，我们看到了除了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之外，还有各国的领导人出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老朋友，比如像这个俄罗斯领导人，像许许多多的中亚的领导人。但是同时呢，还有一些第一次来到阅兵台上的，比如说这个朝鲜领导人，这是第一次来到阅兵台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区域性的整体的出现。这一次，中亚5国集体出现。在上一次2015年的时候，是中亚4国，没有土库曼斯坦。因为我们要知道，土库曼斯坦这个国家相对于来说是比较希望打造一个永久中立国这样的一个国家设定，但是这一次它出现在了阅兵台上，这是其一。第2就是东盟6国的一把手。尤其是这个印尼总统，因为印尼总统其实我们知道，印尼目前国内在发生一些骚乱的情况。在之前呢，印尼总统一开始说要来，在这个最后关头的时候，又和这个中国政府说，哎呀，可能我还是需要在国内处理一下国内的问题。但是又在今天早上凌晨，最终决定我还是来了，然后呢观礼了。所以呢，6国的一把手。再比如呢，像新加坡在2015年的时候来的时候呢，是派出了前副总理，这一次呢叫现任的副总理。新加坡是只有1位副总理 ，OK。然后另外上一次文莱没有派代表，而这一次文莱直接就派出了他们的特别代表，是他们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相当于是其他国家的叫做总参谋长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说东盟来的是挺齐全的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也会问到了，说这个越南他这个怎么一把手没来我们不得不说就是你要知道，昨天9月2日，今天9月3日嘛，昨天9月2日是人家越南的这个80周年的国庆，人家那边也是一场大庆，
所以说，这个越南的国家主席在这个法理层面上面来说，已经是他们的国家元首了。然后呢，也来到了这里，所以已经是非常非常给面子、给力了，对吧？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OK， 中亚和东盟，好像是中国周边，我们这个局面逐渐在开始打开，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然后呢，不单单是这个叫单个的有这些值得关注的领导人来，而且呢，成区域性的开始来到了这里。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话题，我们先聊一聊这个周边这2个地区，要不然从这个宝岛台湾的这个历史歌，我们先来聊一聊东盟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地缘格局来看的话，这个我们把中国的这个边长啊分成3个部分，我们可以分成北边、南边跟海边。北边的话呢，就从朝鲜、俄罗斯、蒙古，然后到了这个哈萨克、吉尔吉斯，然后到塔吉克斯坦啊。那这个是属于北边线段。为什么称为北边线段？因为过去啊，其实都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啊，我们这很清楚。那其实，在苏联解体后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这个地方的边防压力是非常重的，它的压力从清朝开始就非常重了。大家也知道尼布楚条约开始嘛，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北边丢掉的失地是近代中国里面最多的哦，包括我所谓外西北、外东北，所以这个压力一直非常重。但是现在的北边基本上是安定的。但北边分成2个部分哦，但今天我们都会谈到，一边是属于这个东北亚这一块，也就是说传统上我们说的外东北的这一块，另一边是外西北这一块，也就是呢传统西域，然后在西域在更远的西域，这个从中国的这个地缘政治角度来理解哦。那我们先讲到这里，大家有一个概念。南边的话呢，这从阿富汗，然后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然后不丹，然后这个缅甸，然后这个老挝台湾叫辽国。你这个对于这个邻国是如数家珍。对，你知道我小时候贴了一张这个世界地图啊，放在我的房间啊，我每天在那边盯着看。然后我妈呢半夜上来在抓我到底有没有念书啊，就你怎么没念书？你在干嘛？我在看地图这个是我的兴趣之一啊。那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可以多利用这种线上地图可以看一看，其实增加自己对地理政治、地缘政治一些了解，其实相当有帮助那话说回正题南边这个板块呢，它也可以分成2个大段线，一个是南亚区域，一个是东南亚区域。南亚区域当然就是以这个印度半岛为核心，这个印度半岛为核心的话，那就西起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到缅甸作为一个跟印度作为一个交界嘛。缅甸以东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东协或者东盟10国东协台湾叫法那这东盟10国、东协10国里面呢，这个大家可以仔细看等一下导播可能会帮我们带一下这一次来的那几个国家，你会看到跟中国有陆地连接的国家呢都出现。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图，大家会看到缅甸敏阿莱亲自来了，然后老挝的最高领导，然后在越南这个刚才讲的国家主席嘛，那这个是属于陆地上边界的。那海上边界除了这个菲律宾现在这个状况比较多之外呢，你可以看到比较重要的马来西亚，然后这个印尼、新加坡。新加坡呢，因为它只有一个副总理，所以相当于是国家的2把手，它的总统是比较像是虚衔的。当然，这个新加坡它这个还是有一些复杂性我们待会再讲。但是印尼很重要，因为印尼不仅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一个构成，另外它是整个在东盟里面体量最大，它超过2亿人口嘛，而且呢，它的这个国家的整个发展的状况，它非常年轻。然后另外就是亚万高铁，它最近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密所以其实从整个这个区块来讲我就顺着王骁的话讲，东北这应该说西北这边呢一块中亚这个东南这边呢一块呢，在这个东南亚它整个的区域来讲，它是一个稳定的，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东南亚这个地方在冷战时期其实它是一个围堵共产、围堵中国的一个状况，它是逐渐的一个，这是当时美国人拉起来的，但是现在反过来变成这个中国大陆最大的第一贸易伙伴。对，中国连续16年，对，还是15年是这个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然后东盟已经在连续有5到6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了。对，我们常讲历史从2个角度去切入，一个是质性分析一个是这个量化分析。那量变必然产生质变，所以我们如果只单看单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辩证的一个逻辑跟漩涡，就是说，到底你讲的是对还是错的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但从量变的角度来看，东南亚现在跟中国大陆是绝对密不可分的，尤其 RCEP 它不断在扩展嘛，从东协这个东盟加几加3，然后一直加上去，它这个已经到了3.0版本了嘛。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强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意涵在里面。那这就回过头来，我们如何定性93阅兵这件事？
很多人讲到九三阅兵这件事，尤其西方叙事啊，比如说这个稍早啊，我们跟我们好朋友杨森在他家看电视的时候，那他里面就说，这是怎么又发了一个法新社滤镜之类的哈，就大家知道是外媒滤镜有些怪怪的地方。那他们定性九三阅兵是什么？叫4个字，叫耀武扬威。那耀武扬威是要干嘛呢？就是展现我的霸主的实力哦。那这个问题，这个逻辑是美国人叙事，这不是中国人叙事啊。中国叙事是什么？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去侵略过东南亚嘛，只有说东南亚拜托你，可不可以帮我赶走这个僭越称王的啦，或者来乱的？什么时候？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嘛。否则的话，讲直白了，中国人不但对于东南亚领土没有什么野心，对日本领土也没什么野心，甚至对于已经成为一个稳定政体的朝鲜领土也没什么野心。会去打朝鲜的，你看这是元朝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中国历史的话，多数的情况下，中国的开疆扩土其实一般它的起点是挨打，对，挨打，然后后来呢励精图治，然后发展这个富国强兵，然后再开始反推，结果开疆扩土。对，所以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叙事是，在西方的叙事里面，中国不管是在海军的这个增长，我们说下饺子嘛，或者是说在“一带一路”的开创，或者说金砖越拉越多人，他们的认定里面是你中国在开疆拓土。但是这是谁在做的事情？这是北约，这是欧盟在做的事情，这是美国人在做的事情。中国不会跑到巴拿马去把人家总统抓走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很重要嘛。但是回过头来，东南亚在长期的跟中国之间的互动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其实是一个互相繁荣，但是繁荣要有一个秩序作为基础。这也是这个中国大陆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秩序是一切的基础。那只要有了秩序，大家翻看中国历史，有了秩序，有了稳定，其实经济民力就很快恢复。比如说我们讲历史朝代最乱的5代10国好了，南唐有一段时间它是相对安定的，它就是变成中原士人聚集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在三国时期，这个刘璋相对安弱，但是因为他安定啊，所以很多士人就跑去了。所以对中国来讲，秩序是繁荣的基础，而这个繁荣的基础，它并不是扩张或是侵略他人的土地，而是你加入了，那大家加入这个秩序就一起繁荣。所以我觉得今天东南亚加入了这个里面，尤其我们刚才看到陆上地缘接壤的国家，每个都来，然后海上丝绸之路来的规格都很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去反映到什么，就是量变产生质变，就经济上的变化已经带来了安全共同事务。安全共同事务，那你想有经济有安全，那下一步不就是共写未来吗？所以这未来感就慢慢就拉了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在看到这件事情里面呢，东南亚所看到我看到这个叙事的一个部分，其实相对应的状况出现在中亚这个地方。对，所以其实你看东南亚跟西北，那这个中亚呢刚好有一个历史机遇嘛，也就是说俄乌战争的爆发导致了整个亚洲，尤其在中国大陆北边的这个地缘，我们刚才称之为北边这个地缘上面，它的压力是顿减的，而且从压力变成互赢。对，双赢，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领导人这一次带了这么大的参访团，是的，然后这么慎重的，而且你想今天在天安门上的排位，这个中国大陆领导人，然后在旁边就是俄罗斯的国家领导人，对，然后在旁边是朝鲜领导人，等一下我们再讲他。那你可以看到，那这不就是一个地缘安定的一个效果吗？是的，那和气生财嘛，这不老祖宗教我们呢？凡事先就是财，那财是什么？其实繁荣的基础就是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它是一个铁网，这个铁网会稳定大家彼此之间的关系，那继续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这是有一个很深的，不管是老祖宗的这个历史思路脉络，或者是一个地缘政治的脉络。所以中亚5国全部到齐，尤其土库曼真不容易，尤其是土库曼斯坦。对，你可以补充一下土库曼的问题。因为要知道，很多我们的朋友一说到上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时候，大家可能脑子里面想的是中俄加上中亚5国，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土库曼斯坦其实没有参与。土库曼斯坦它要打造的是要一个永久中立国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它能够在这一次的大阅兵上面来到这里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就好像刚才我沿着你所说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先做生意，对吧？对，其实啊，人类哪怕在语言不通的时候，也想着呀是怎么样做生意。你开始做生意了，想赚钱了，或者呢想要以物易物，无所谓，开始想要做生意了，做点买卖，
就得啊开始，我得研究你怎么说话呀，不学说话，我怎么做这个生意呢？所以得开始研究对方的语言，研究对方语言呢，做生意的过程中是不是交点朋友？是肯定能交点朋友，对吧？交完了朋友，这是不是文化就开始互相的产生了？再之后呢，能够交朋友，能够文化交流，那慢慢就上升到，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互信？到了这个政治的层面上面，因为在政治上面，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我们最担心的叫做猜疑链。猜疑链这个东西一旦形成了呀，往往是叫做恶性循环，往下走的。因为国与国之间一旦形成了安全猜疑，它一般是从最坏的情况去考虑，直接报欧洲的名字得了。直接报欧洲的名字，是的。那我可以报你的名字，因为东南亚最难搞叫做菲律宾。不是叫菲律宾。你每次提到菲律宾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的要转个头，你知道吗？因为你的菲律宾，对，因为菲律宾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菲律宾亲王，菲律宾国王，对，是的，对。那我是说，其实啊，就好像刚才你说的这个中国北边。其实地缘压力是大的，一开始地缘压力是大的。没错，如果你不主动去进行一个沟通，如果不主动去进行一个交流，那它往下去进行一个恶性循环，是完全正常的一个事情。是，放在欧洲，放在那些以邻为壑的那种地缘政治里面，或者战略思维里面，它完全有机会是形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我们今天在世界很多区域打得不可开交，不就是那种思想作祟吗？但是当时苏联解体之后。中亚这几个国家突然它进入其实是一个权力真空状态，它是一个安全真空状态。然后呢，这些国家它在独立了之后，它又不希望过度的依赖莫斯科，可是呢，我们也不希望说因为你不想依赖莫斯科，你就跟莫斯科把这个关系搞差，对吧？东欧很多国家不就是这样吗？对，非黑即白啊，非此即彼。我如果不想依赖莫斯科，我就要跟莫斯科把关系搞差。我们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希望的是大家呀。和气生财，没错，和气生财。所以说呢，就有了上海五国这么一个最开始的概念，就是中俄拉上了3个中亚的斯坦国家，再到后来纳入了第4个，就形成了最开始的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么一个理念和框架。是。那么再到今年的2025年，我们就是中国和中亚，我们最终签署了一个叫做永久睦邻友好条约这样一个。它其中我觉得有2个部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大家已经决定了一起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很多的条约啊，都是我们一起欺负别人，对吧？我说难听点，比如说今天这个。某个姓北的啊，这个国际组织，你又点到受害者，他受害者都很痒，你知道？库曼诺夫协议啊，很多的协议，他一开始是想要去欺负别人，或者说我们拉起一个军事同盟，但是中国和中亚的这个条约，他说的是我们之间永远不要用军事方式解决任何双边或多边的关系。对，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欧洲是不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东西？很难有，试图有，但是呢，他们每次都是我认为啊，从这个外交的历史上面来说，甚至我们往前推一点，像这个维也纳协议嘛，对，维也纳会议建立的，他们所谓叫 balance of power， 大国均衡。但大国均衡的意思是什么？不就是保证谁都不能互相消灭对方吗？没错，对吧？我们把其他小国拆干抹净，对吧？吃干抹净了，然后呢，几个大国在这边形成一个制衡，然后呢，这个保证大家不能够互相摧毁，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直接是因为你要知道，中亚5国里面有大国有小国，对吧？而且有政治很稳定的国家，也有政治很不稳定的国家。可是，在关于大家的这个边界问题上面的时候，大家选择 OK， 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签这个条约，我们放弃使用武力。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在进行周边治理的时候，我认为啊算是一个创举，对吧？我来补充几个点。其实从这个地缘来看的话呢，这个中亚其实历史来看跟中国是合作多于互相攻伐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对于中亚攻击最凶的时候是元朝。这个因为花剌子模嘛，那当时都还算不算元朝都还不能完全定性，对吧？这个那
整个在中国发达的时候，比如说像唐朝，其实它在中亚它维持这个天可汗的地位，它并不是要直接统治他们，也不是要直接瞌睡他们，它主要是维持个秩序，而是维持这个秩序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是赚钱，是和气生财，还有一个怎样告诉世界中国的一个稳定性，稳定边疆，然后减少中国在边疆上面的一些压力跟付出，大家可以了解到是这个样子。所以，比如说我们找一条岸线，你是查这条岸线。丝绸之路里面最重要的贸易是茶贸易嘛？那茶贸易呢，在陆上，它很多地方都叫 cha， 在海上很多地方都叫 tea， 是什么叫 day？day 的话呢，就是闽南话嘛，我闽南人嘛，我台湾闽南人嘛。喝茶怎么说？lin day，lin day。那这个是不是它就是个 tea 啊？它叫 day， 因为 td 是在我们语音学上面它是同音的东西，所以它就变 day， 所以它就串起来。那这样的一个岸线，其实它放在文化里面，对于很多东南亚的国家或者是这一个中亚5国这个国家，他们在思考里面或者他们历史里面，你根本找不到中国侵略他们这个历史嘛？你去哪里找？你找给我看。但是在西方的叙事里面，哇，中国好恐怖啊！这到处去咬人，到处去攻击人，就是做不起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常年的叙事之下，结果，跟中亚永久睦邻条约，跟东南亚这个稳定下来。那我们进一步看因为这个个别国家其实有一些这个差异比如说，其实有些即便个别国家它的压力是大的。但他还是愿意来，比如说我们先讲缅甸好了，缅甸现在它内部的这个动荡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这敏昂莱啊，他这个缅甸的最高领导人，他还不是正任的，他是临时总统啊，所以他不是一个这个完全稳固的位置，而且他这个里面呢，这个除了这个缅人所这个聚居的区域之外，中心区域之外，他这些所谓的这个边疆的这些邦，这各个民族邦里面，他是民地武啊，民族地方武装是非常凶悍的，可是他还是愿意。到了这个93阅兵式，那为什么？我觉得他也在这里面，他有一个企图嘛，他也是希望说，这样的一个气氛，其实今天中国强大了，中国壮大了，它带来的是和平，而这些军武只是这个和平秩序的保证，所以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精神，我觉得把它往外扩散，这是一个。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刚才我们讲到印尼现在的难点在于说，这个。印尼内部非常动荡，那我认为最终普拉博沃这个是印尼的这个领导人，他最终会能够来到，我认为背后外交做了蛮多的工作，还有他最后拍板，那他为什么一定要来？大家想一个问题，最高领导凌晨搭飞机，这很少见嘛？对，是的。而且就昨天我们在彩排的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他来不来了。对，因为原本他说来嘛，后来又说不来，然后呢，北京方面都表示我非常理解你的困难跟困境。结果他最终还是来，代表说这是一个历史级的事件，所以我一直认为93阅兵是在2025年这个变的这个年里面因为2024年是个乱，好多秩序要重整，2025年是个变，这个变的里面它有一个秩序新的方向往前走，也就是说，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个东南亚的一个秩序或者东南亚的一个繁荣，它是深度的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发展它是绑定的，而且他们愿意绑定，而且这个绑定它不是只看在所谓的经济钱上面，它还有什么在安全事务上面，还有在历史的共同记忆上面，它是这样的一个往前推进、往前深度的一个概念，而不是单纯的只是说，他今天来或不来，因为你只看他来或不来，其实你很难看到他背后的那个透彻的一个现象这是一个部分。这一次你想想，菲律宾没来，但是我就说，特别是像历史哥刚才你说的那些，就是比如说这个长期以来的互信，这个互信是怎么建立的？你发现没有，中国跟许多国家的互信不是通过战争，有一些霸主是通过战争表现自己天兵天将，来表现自己很强，然后呢，让那些国家蜂拥而上，像我拜新的盟主，用这种方式来建立互信，或者说呢，他可能喜欢的是我颠覆一个我不喜欢的领导人，我扶上去一个我喜欢的领导人。欧洲，你再次报我名，整个北约东扩就这么来的。对，是的。所以你看，在东盟或者说在东方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中国一直是尝试你别看中国这么大，其实周边的国家，如果你单论体量来说的话，在中国的眼里面都不够。对，我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这把菲律宾没来，你想想，如果是菲律宾这样的一个体量的国家，它放到了欧盟旁边，或者它放到了美国旁边，它敢这么刚，它的结果会是什么？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又反向再去想，哪怕你作为一个大国，你把这个国家给消灭了，又能怎么样呢？你提供的是治吗？你提供的是乱，对不对？
我们也看到了发生在阿富汗、发生在伊拉克过去10年、20年那些事情，对不对？你没有提供治，你还提供乱。但是互信哪是通过乱来提升的呀？互信是通过治来提升的呀。所以以前啊，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小的时候，其实好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民间比较激进的这个网友，经常是给这个中国外交提意见，说你看怎么那么软，你打他一下。但是大家不要想的总是打他一下，大家想的是你不打的时候，你愿意走多长，你愿意为和平做多少努力。东盟能够形成今天的这样的局面，难道是靠打出来的吗？难道是靠折腾出来的吗？不是，一直是靠那我们就做生意。你如果觉得不行，我们就谈，我们怎么谈，对不对？我们看你想怎么谈，我们就怎么谈。中国东盟，如果说你是跟一个国家谈，东盟之间的分歧可远远比欧洲大多了呀。你说宗教问题，欧洲那点宗教问题放在东盟都不够看，东盟有所有宗教。对，在东盟种族问题，有各种种族问题，欧洲那个根本就放在东盟不够看。再说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对不对？各种政治制度哪是这个事儿啊？不是这个事儿，对。所以说，能愿意这么样子为周边来提供解决方案。所以我们中国啊，我一直说啊，我提一个暴论，就是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东亚国家的一个大国。为什么？我们在和你说中国可不可以是一个东北亚国家？其实中国是一个东北亚国家。对。那中国可不可以是一个东南亚国家？中国也可以是个东南亚国家吧。中国可不可以是一个这个中亚国家？也可以是个中亚国家。甚至中国可不可以是一个南亚国家？也可以。所以说中国可以根据它的需求进行各种各样的利益和情况的这个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最妙的一个地方。我补充一下这个菲律宾的问题啊，因为菲律宾其实就我们的了解，菲律宾其实是伪装成一个现代国家的一个庄园主，然后拼接而成，用 democracy 这套制度去进行平衡、权衡，再加一点毒品、加一点枪弹所形成的国家，所以它的国家的稳定性很差。因为它这个国家里面，你自己看，它现在的领导人跟现在南边这个杜特地家族之间那个横亘之远啊，然后北边的这个吕宋岛跟南边的这个明达纳尔岛或者叫明南老岛之间那个差异也非常巨大，所以它这个稳定性不好。那所以我不认为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整个它的一个常态，反而是一个艺术。事实上，本来是以杜特地家族交棒给现在的领导总统，然后呢，他们本来是合作的。但是因为个别家族利益嘛，他想要延伸哦，所以他们才吵翻的。吵翻之后呢，各自找各自的这个背靠。那他就找到了美国，因为毕竟他家的家产，大家也知道啊，他们家有很多高跟鞋在美国，对吧？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这些故事啊。所以菲律宾的问题它是尴尬，他的尴尬点在于说，他的个人的领导人的前途竟然跟国家命运想绑定在一起，但是他又没能力绑定，大家知道吗？他这个中央政府他不够强啊，所以。其实有些问题啊，我就是套一句这个大陆朋友很喜欢讲的话，就悠着点，哦，不着急嘛，慢慢等，总会解决的。而且我老实讲啊，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智慧，中华民族最大的智慧是什么？就是等，忍耐，哦，慢慢等，但也不是忍耐，也不用忍着它，慢慢做局，慢慢对，慢慢步，慢慢走中庸之道，它慢慢就会这个垮过去。其实这背后还牵涉到。整个第一岛链的一个问题啊，这等一下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做深度解析。正除了我们把这个眼光从菲律宾还有这个中亚，我们往上继续挪入北方，我们稍微要靠近你那个地儿了。终于往西边靠，往西边要走一走。但是呢，进入这个东欧和这个南欧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必须说一下俄罗斯横在这个中间的这么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你知道有一个经典的段子吗？就是在芬兰跟朝鲜之间只有一个国家，俄罗斯啊。所以你说谁不能当9省通衢呢？对不对？好，这个通衢有点大，有点。那好，那这一次呢，这个普京俄罗斯领导人他是属于来了又来，而且上一次他是来，这一次也是来。可是过去的10年，世界其实已经发生了非常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按理说啊，如果我们用西方的这种列强或者说战略学说的话，中俄这2个国家其实很难说走到今天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可是我就说2点：第一，由于西方
的一种霸权或者这种威逼下，导致世界要走向多极化的时候，被他们压制的这些大国和强国，必须要走向一种背靠背和肩并肩这样一个现实的选择。另外一点呢，就是中俄两国本身在我们被迫肩并肩、背靠背之前，其实两国的发展就是不断的在朝着我们能不能把我们之间的问题给解决了。难道很多人说啊，中俄的关系就是因为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和22年这个俄乌危机，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在之前，如果说中俄之间没有达成很多的互信，其实我们在这个苏联解体以后，我们就很快的不断的和俄罗斯推动政治互信，我们和俄罗斯之间把边界问题快速解决了，这样在两个大国之间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中俄两国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所以有了这样的政治互信，才会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之前，我跟那个历史哥我们在聊的一次这个节目中，我不是也聊到一个观点嘛？我就说，俄罗斯其实它也是在寻找自己在未来一个多极化中的这么一个位置。没错，这个位置是什么呢？我就说，中国它是一个超级工业国，对，那俄罗斯它可能给自己找的一个方向叫超级能源国。然后呢，俄罗斯它给自己找的意识形态，其实它本身是一个民族国家，是一个以俄罗斯民族为主的一个民族国家。可是呢，它在不断的被西方进行政治和地缘压制的这个过程中，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就是叫做这个保守的白人基督教的一个陆上神国，实际上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再往下说，是他给自己找的这样的一个领袖地位，可能就是叫做第4世界的领袖。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身份中，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切入点，能够推着他往一个新的多极化的世界去走。这个是我认为 OK， 中俄两国能够今天站在阅兵台上，不单单是在推动世界多极化往这样一个方向走，另外就是这个是叫做未来多极化中的2个体系的潜在领导国家要如何进行一个和平的交流，而不至于引发冲突。我认为这个其实是他们能够带来的非常非常好的样板。那不好的样板是什么？不好的样板其实就是另外的一些多极化中的潜在领导者，比如欧盟。而今天这次来了2个国家，2个欧洲国家，2个欧洲国家一个欧盟国家，一个是斯洛伐克，一个是塞尔维亚。对，而你来自塞尔维亚。对，所以我说我知道你的整个成长的经历，其实就跟塞尔维亚的，你不管你家人还是你的成长经历，都跟塞尔维亚的这个起伏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就希望，除开我们现在这些新闻中所介绍的塞尔维亚，你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更深的了解和理解？我看到弹幕一直在说，让菲利普说句话呀，对吧？其实是这样子，我们如果要聊，那肯定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周边和东南亚。对。那塞尔维亚对中国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在欧洲的赛铁就跟巴铁一样，可能在欧洲铁一样的这个国家就只有塞尔维亚一个。我很佩服这次577过来，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直知道塞尔维亚它面临一个来自西方的压力，对吧？但是我们一直讲这个来自西方的压力的时候，大家刻板印象当中会觉得这个来自西方的压力来自西方具体的国家，但是会忘记塞尔维亚国内也存在大量的亲西方派。然后下一个刻板印象会告诉大家，塞尔维亚国内的亲西方派是反对党，其实不然。我们执政圈里面，我们的精英层也有不少亲西方的人，这些人都在对577施压。他这次过来顶着什么样的压力？塞尔维亚我可以说从过去6、7年吧，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3个方面。第一个是西方不间断的在跟塞尔维亚讲，你必须对俄制裁，尤其是俄乌危机开始之后，每天都在讲。如果大家翻开塞尔维亚的新闻，
每天都会看到某一个欧盟的官员，他们那个布鲁塞尔的那帮官老爷，还有那些什么德国的、法国的官员，天天都会发说，哎，你塞尔维亚必须对俄制裁，不然怎么样。科索沃问题。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后，西方国家基本上集体承认了科索沃的独立。对只有5个国家没有承认：希腊、塞浦路斯，我记得这里面应该是有斯洛伐克、西班牙，还有一个我忘记是哪一个。西班牙是因为加泰罗尼亚问题嘛，然后希腊跟塞浦路斯是因为北塞浦路斯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赤裸到什么程度？西方国家单方面就是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后，西方国家承认科索沃独立，他还是给塞尔维亚留了一点面子，他没有说我现在必须逼着你马上承认科索沃独立，尤其是在默克尔时期，默克尔下去了之后，现在舒尔茨上来，当时那个桥段我真的记得我气死了，那个时候，舒尔茨要访问中国，他写了一篇署名文章，说乌克兰不能当任何一个大国的后花园。言外之意，他不能当俄罗斯的后花园，也不能当欧盟的后花园，对吧？这是单一标准嘛？他在写这篇署名文章之前，跑到塞尔维亚剑舞齐齐，当着我们国家摄像机的面，当着我们全国民众的面说，你塞尔维亚必须承认科索沃独立。之后，他的这个论调在欧洲议会里面被文件化了。现在欧洲对塞尔维亚的要求是你必须承认科索沃独立，不然你不可能甚至都不是不加入欧盟的问题，你不承认科索沃独立，我直接对你上制裁。这个制裁最直接的体现是什么？塞尔维亚的石油工业公司，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情况，可能听过这个新闻，然后这新闻就过去了。塞尔维亚的石油工业公司目前处于被制裁的状态。每一个月，美国要延长对我们国家石油工业公司的制裁，他顶着这么大的压力，今年5月去了俄罗斯，他现在又来了中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自己的分析是这样子的：首先，第一点，塞尔维亚作为一个巴尔干正中心的国家，我看我们导播能不能切一下地图，我们这里准备了几张地图。它作为一个正中心的国家，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地缘位置是什么样子的。欧洲的10号走廊，最重要的欧洲的一条公路是直接穿过塞尔维亚中轴线的，横向是多瑙河，也就是说塞尔维亚往北一路可以沿着多瑙河到汉堡港，往南一路可以到亚得里亚海，往西到亚得里亚海，往东可以到黑海，它是百家必争之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第2次世界大战塞尔维亚是死得最惨的。我们就整个南斯拉夫第2次世界大战，我记得好像是100多万的伤亡。对，南斯拉夫多少人口？南斯拉夫多少？才2000万人口，当时可能都不到2000万。然后我们第1次世界大战，我记得数据是死了50%的青壮年男性，全上去了。对，全上。我曾祖父啊，你在塞尔维亚找不到一个人是没上过。就是家里没有那种，就是你找不到一个人家里没有1战老兵的，当然他们现在都过世了，没有人置身事外，没有人置身事外。第2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子的，2次巴尔干战争。如果大家去塞尔维亚旅游的话，一定要去塞尔维亚这个贝尔格莱德正中心的城堡，然后大家可以去观察那个城堡的那个城楼，它这个有不同年代堆上去的不同的砖头，一次打垮，再次建起来，再打掉，再建。这个百家必争之地就导致塞尔维亚在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期间非常的重要。然后1941年的时候，塞尔维亚跟纳粹德国，就当时南斯拉夫王国跟纳粹德国签了一个非常丧权辱国的条约，就是允许纳粹德国相当于是一个准盟友了，允许纳粹德国从南斯拉夫这边穿过去。结果当时南斯拉夫的民众做了一件我至今想想我都会起鸡皮疙瘩的事情。他们开始抗议，然后喊出了我觉得最能代表，实际上是塞尔维亚精神的。我们一般会说这代表南斯拉夫精神，代表不结盟精神，但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它代表的是塞尔维亚精神的一句标语 ：Bolje rat nego pakt, bolje grob nego rob。宁要战争，不选阵营；宁进坟墓，不愿为奴。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有一张图是现在塞尔维亚被包围的情况。这张图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是现在重点的这个欧洲的泛欧各种公路，泛欧4号公路、10号走廊，它都是直接穿过塞尔维亚的。然后它除了直接穿过塞尔维亚之外，还有一个什么点？中国的匈塞铁路、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是早期土耳其的香料贸易通道，然后东方快车这个电影大家都很熟，全是穿过这儿的。你绕不开这个地方，怎么绕都绕不开。然后因为绕不开，北约要炸。北约一定要肢解你，而且这里最讽刺的事情是什么？塞尔维亚作为2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
第2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德国统一之后，变成了被肢解的对象。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图，这个是目前北约包围塞尔维亚的情况。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可能未必大家看得很清楚，但这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克罗地亚还有斯洛维尼亚全都是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国。然后波黑它目前不是北约的成员国，但是它有一个加入北约的计划。为什么？为什么它至今没有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因为波黑的塞族不让。波黑有一个塞族共和国，那里标的比较深的那个红色块，那个就是波黑塞族共和国，他们不允许波黑加入北约。往下，黑山已经加入北约了，而且黑山虽然没有加入欧盟，但是黑山的官方货币是欧元。它已经被新殖民主义彻底给击溃了。如果大家往前去推，他们为了肢解南斯拉夫做了什么事情？让黑山的货币从96年开始是马克，欧元出了之后，应该是99年、00年的时候，让黑山的官方货币就已经是欧元了，就彻底用新殖民主义把它给拿下了。才6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对，北京多少？大概1800万人口吧，不是一个个儿。对啊，我觉得可能黑山的这个整体的规模大小可能跟北京差不多，然后它的这个人口可能跟几个天通苑差不多。它人口比我们新北市板桥区还少。对啊，然后马其顿，这上面这张图是老图，马其顿也已经加入了北约，所以实际上塞尔维亚已经全面被北约包围了。那这个就是577在回国之后要面临的压力。这个压力会非常之大。我其实并不知道他回去之后会怎么样，他还要面临一系列的部长，这些部长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做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就具体不一一讲名字了，因为不太合适。但是我推荐大家去做一件什么事情，把塞尔维亚政府所有的部门拉出来，大概我记得20多个部门，然后一个部门的部长去看一遍，国务秘书的履历去看一遍，秘书长的履历去看一遍，就一个部门的前3把手。有之前推翻米罗舍维奇的那帮老派抵抗组织的成员。我们现在有一个部长，我具体不说是谁了，是之前抵抗组织的发言人，他现在当部长了，他以前在美国做大使的。我们整个外交部现在前4把手全是美国回来的，这是577回去要面临的压力。大家一直认为这个577面对的压力是来自西方国家的，还有第5纵队呢。所以他这2次阅兵，这个第5纵队是从自己人里面的，所以他这次2次阅兵能够来是代表什么？第一，代表塞尔维亚他依旧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希望能够走一条多边的平衡发展道路，并且希望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多边发展道路。这个其实是契合这个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多极化世界的大趋势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这个崛起和中国这一次大阅兵给大家的一个启示，其实就是说，对于像塞尔维亚这样的国家来说的话，你有的选，对吧？而且我们这次除了看到577之外，还看到了尼克利奇，甚至还看到了50，就这些之前在中塞关系里面有重点发展作用的人全都来了。尼克利奇2015年的时候，就你刚刚说的是来了又来。你其实塞尔维亚也属于来了又来的范畴。尼克利奇作为塞尔维亚的前总统，2015年是来参加过阅兵的。这次他70多岁的人了，飞过来，也是要体现我们国家依旧有这么一批人在精英层里。精英层啊，塞尔维亚的民众是疑忧情绪非常重的，别提北约了。塞尔维亚90%的民众反对塞尔维亚加入北约。是。所以我们国家的精英层跟民间之间是断层的，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因为到底谁去代表正儿八经的真正的塞尔维亚的民意？然后2015年，尤其是前进党上台以来，就是尼克利奇跟577上台以来，尼克利奇那个时候是做总统，577是做总理。从那个时候中塞关系就开始高速发展。然后15年尼克利奇来，然后作为回访，16年的时候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塞尔维亚，然后16年的时候我们就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定，也是在那段时间，像大家现在这个耳熟能详的，像比如说这个1763高速公路，包括很多大桥，包括路桥在塞尔维亚北边凿的很多的隧道，然后还有这个匈塞铁路，包括波尔的紫金矿区、玲珑轮胎，然后河北钢铁救了多少人的就业岗位？对，当时那个企业我记得应该是一开始被加拿大还是美国控股的，然后后来是1美元卖给塞尔维亚了，然后当时他只是想掠夺你，然后呢，当你这个资产呢不好了之后，我并不想让你帮你变好，把你卖掉。对，然后当时是求着中国拿下之后就扭亏为盈。对，
这很些讽刺的，你知道吗？对在西方媒体里面，这是中国去经济殖民塞尔维亚的一个经济殖民塞尔维亚。你说的经济殖民，我正好在准备一个视频文案，还没有发出来。我回塞尔维亚的时候有一个感触，我真的好难受。一般大家走在中国街头的时候，是不是大家看银行会看到中国银行、对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都是中国自己本土。中国建设很行，中国工商很行。然后你去了塞尔维亚之后，90%是外资银行，除了塞尔维亚邮政银行还有个 AIK 银行之外没了。我自己在塞尔维亚办银行卡，我办的是德国还有奥地利银行的银行卡。新殖民主义对塞尔维亚的影响力非常大，导致塞尔维亚出现了这样一种精英层的东西方的一个，可以说是，我其实没办法把它现在界定为平衡。2016、17、18年平衡，现在这个趋势有一丢丢的让我有点不是滋味。说实话，斯洛伐克也是类似的情况，很多像捷克这些东欧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归根结底是欧盟，确切的说是德国，整个新殖民主义经济版图里面的一个子环节。他一开始觉得苏联解体了，我现在独立了，我现在可以怎么样了？我可以加入北欧，可以加入盟，我可以跟其他欧洲国家平起平坐。不，你不可能平起平坐，你的小企业只可能被西方垄断，你的工厂只可能被西方收购。斯洛伐克，我们知道斯洛伐克最近是非左上来之后，才开始发展对华关系。捷克之前有一段时间对华很好，现在有一段时间，现在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不上来，就是奇奇怪怪的各种现象。为什么？就是因为欧洲国家东欧国家一方面存在新殖民主义的枷锁，另一方面又存在主权独立的这种意识，他希望能够独立自主。然后这种摇摆，我觉得需要给东欧国家一点时间。这次我们看到只有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当然我希望斯洛伐克这个趋势能够延续，我希望塞尔维亚这次577访问，我们那么多领导人过来访问，这个趋势能够得到延续。同时我也希望东欧国家能够意识到，现在除了欧盟还有金砖还有上合，我希望塞尔维亚能够成为第一个加入金砖和上合的国家。我希望下一次领导人峰会的时候，这次我很遗憾577没有过来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哪怕你作为观察员来参加也行。我觉得未来一定。但是按照你刚才说的，我觉得他其实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其实非常非常大。你知道缺什么？我缺什么？如果我有一次跟塞尔维亚的一个朋友去谈，我跟他讲，你知道中国在第2次世界大战，确切的说不是第2次世界大战，而是从918事变开始，3500万的伤亡。他听到那个数字的时候，鸡皮疙瘩都起来，因为塞尔维亚的叙事是非常受到欧洲叙事影响的，还有美国叙事。对，那这种叙事的影响导致大家对中国没有那么熟，大家知道中国是朋友，但是中国在当地缺乏话语的影响力供给。这个是要去建设，就是知道你是朋友，但是不知道你为啥是朋友，只知道你给我了很多项目，所以是朋友，结果搞得好像是个酒肉朋友。对，其实这个现象在整个这个世界范围，像非洲嘛，现在中国这个大量输出了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啊，这个电视啊，各种手机啊，好像几年前传音还因为这个在这个非洲干到的这个前几名去了。但是有个问题是，当你的这个电视的收视率、手机的这个通网这些都上升之后，收看增加的反而是欧洲的电视台，比如说法语区，它的法国电视台影响力就增加了。对，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叙事，在西方世界里面，这个中国的讲好中国故事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安全的一些合作而加强。这个落到实处去的时候，它才有办法真正意义上的回馈反馈到政局的变化。而且另外补充一个点这个德国在整个这个欧洲地区的影响力，其实远远超乎我们坐在我们亚洲这个想象。对，是的。因为德国有一个战败叙事嘛，那这个战败叙事，它好像是个罪人一样。但是大家知道吗？他充分利用了在这个罪人里面，好像看起来充分反省之后，可是他获得是最大的利益。当然友善的时候，像默克尔这种、梅克尔这种这样子，他至少看起来友善一点，我接受你的难民嘛。但如果不友善的时候呢，他其实他私底下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例如这么说，因为德国正因为他不需要在安全事务上着力，他完全就仰仗了北约，所以他就可以更加的深度在经济里面。大家可以仔细去看，当苏联崩溃之后，整个东欧的这一些所谓我们这苏东坡这些国家里面，很多的企业几乎都是被德国企业抄底的。对，那这个抄底就垫下去了。那你想，你今天是在一个德国工厂上班的工人，请问你会不接受西方的叙事？就你不接受，但至少你不反吧？
你反你工作，或者是你哪怕你不认同这个叙事，你也不知道其他的叙事，对对吧？无从这讲起的种无意识的一个没错现情况。在塞尔维亚的青年就不知道中国叙事到什么程度。如果你去跟14岁、15岁的孩子去聊，很多人不知道中国文化中心所在地其实是中国大使馆的旧址。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对，可是这才发生没多久啊。这才发生，就虽然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没有出生，对，但99年的事情，你04、05后、08后，你不可能不应该知道，你不可能不知道呀，对吧？或者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叫做选择性忘记吧，就好像刚才历史哥说的，你这个在冷战过后，由于他们之前的体制被推翻，对他们之前很多的道路被判决是失败的，被判决是无效的，所以他们必须要，或者说年轻人被迫要变成某种有一个问题，历史虚无。这里其实有一个问题，之前我构思过一篇文章，后来没写下去。东欧国家真的有过自己的道路。如果我们去看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他们自己选的吗？不是，东欧国家的民主体制是他们自己选的吗？也不是。其实这个我之前那篇文章的构思的题目就是塞尔维亚自己的道路其实从来都没有过。我们试过，你就是南斯拉夫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摆在那儿，你既在北约又在华约中间，那它就形成了一种混合制度，既是类似于华约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我们拿的贷款又都是北约的贷款。其实当时走的这个不结盟路线，其实就是两头吃的路线，因为这是塞尔维亚作为这样一个地缘政治战略要地的生存之道。但是这种生存之道，还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虽然是自己的道路，但还是被迫的选择。我补充你想选有的，但是有的选不多。对，我补充我的一个暴论啊，就是说，其实到今天，欧洲依然在走当年这个后拿破仑时期维也纳会议的欧洲军事的一个状况，它一样是 balance of power。这很简单嘛，因为其实德国只是披上了一个友善的外衣，它继续加强掌控这一些东欧的这个国家的实质。对，它掌控的经济层面上，然后透过经济层面，它再回馈到，因为民主大家知道，民主有一个神奇的发明叫政治现金啊，对不对？这我们台湾人是最了的，所以呢，对不对？那美国人更了嘛，对吧？那政治现金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影响到非常多方方面面的，对不对？不是票多的人哦，不是哦。你正好说到政治现金这个事情，塞尔维亚非政府组织，我记得大概有35000家。对，我们现在没有出台这个，非政府组织的这个就反非政府组织的条例，或者起码你控制一下吧。我们一般管它叫什么来着？具体的名字我现在忘了。这个条例应该是反渗透法还是之类的。这35000家非政府组织最近几年接受了40亿美元的所谓捐款，太惊人了。塞尔维亚才多大？然后大家觉得，哎呦，特朗普上台了 ，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不搞了，换玩法了，现在在通过进出口银行对塞尔维亚进行各种投资。对，这个真的，塞尔维亚这个只能说第2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上一轮的事情还没结束，新一轮的事情就要开始。对，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东欧的这些国家还是压力比较大。那么，刚刚飞利浦呢，你也跟我们讲了很多这个中塞两国的情况。那我觉得在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国家的讨论的时候，我觉得这边你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互动一下，来给大家出一道题啊。这个其实刚刚这个是有提过的，我们刚刚聊到过这个年份。我要跟大家出的题就是中塞是哪一年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大家应该在屏幕那边有3个选项，大家可以做出自己的回答。欢迎大家来点击屏幕，选择下面的正确答案。好，那除了塞尔维亚之外，我们这次还有另外一个是唯一来到这个天安门的，叫做欧盟成员国里面的一把手斯洛伐克，而且呢，斯洛伐克这个领导人他更猛，他是受过物理打击的。对，如果说武器其压力大，那菲佐啊是物理压力就很大。他去年就已经身中5枪，对，还好啊，这人还在，不然啊可能又被宣判为自杀。哎呀，他这个超越馆长的存在。其实老实讲，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困境的国家。首先第一个斯洛伐克过去很长时间跟捷克绑在一起。
对但捷克斯洛伐克里面，斯洛伐克被认为是乡下地方啊，它是比较弱。第二个，它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的经济生产力其实并不强大。它除非在现代化当中呢，它去在工业方面，因为它有个多山地形，所以它的水利还不错。对，所以它如果能够这个现代化，但是麻烦的就是斯洛伐克的汽车工业非常的强大。对，非常，这个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是知识盲区。对，斯洛伐克是人均造车第一。对，我记得17%的人口是参与到汽车工业生产里面。对，看你是狭义还是广义。广义其实能顶到30%。对，广义的话大概是30%的人都卷入到这个汽车工业。但是有个问题，斯洛伐克作为这样一个小国家，它真的汽车工业发达吗？其实不是，它太依赖欧盟市场。它是作为生产车间，对吧？它是作为装配车间，组装为主。对，那么装谁呢？装德国车。对，它依赖的是谁呢？它依赖的是德国，然后它依赖的是欧盟市场。为什么飞佐去年来中国？因为他也要组装中国车啊，他希望组装中国车。对，其实对斯洛伐克的困境就在这里嘛。你如果刚才说塞尔维亚受到德国的经济殖民的压迫很深的话，还有法国，还有英国，还有法国，还有美国。但是斯洛伐克更近法国啊，更近，对，它更近欧洲，而且它是深入的插入在欧洲的核心地带。对，所以对斯洛伐克来讲，它有一点这个四处要出去，它有点困难。当然，现在有一些希望是斯洛伐克往旁边是匈牙利嘛，匈牙利往南边是塞尔维亚了。那另外，我们回到了93阅兵，给大家一个示例是什么？一个被压迫的民族，然后他靠自己的方式重新站了起来，而且他站了起来之后，他不是去压迫别人啊，他不是去欺负别人啊，而是提供大家一个机会。对，而这个机会呢，这是为什么飞佐要过来？因为现在对飞佐来讲，这个他也很有压力，因为他的这个支持度在往下掉。但往下掉，我不认为是飞佐单纯他自己执政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不景气的问题。你在面对欧盟的时候，如果你想要走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你很难保持一个高支持率。对，因为小国在欧盟里面漏的跟筛子一样，就如同刚才你说的塞尔维亚的问题，还有捷克太明显不过，再明显不过了。对，而且还有一个额外的问题，就是东欧国家的制度。它的制度其实会鼓励党派的碎片化，非常容易让小党崛起，而这些小党它需要媒体、需要声音、需要影响力、需要钱，这些东西哪里来？这些东西有心之人就可以提供，非常好卖，非常好控制。对，其实斯洛伐克是一个欧洲，尤其是什么欧洲非主流国家的典型。为什么这么讲呢？欧洲非主流国家都被碎片化。大家想一个问题：斯洛伐克人跟捷克人到底差异在哪里？对我们远在东亚的人来说，根本搞不清楚。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花了很长时间，我跟菲利普请教一件事：到底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就是我们叫克罗埃西亚人，对，你们是叫克罗埃西亚，对。然后这个黑山，我们台湾叫蒙蒂内哥罗，对，到底差在哪里？马其顿差在哪里？没差，他讲很长一串，就语言一样，种族一样。宗教原则上一样，但实际上派别不一样。然后呢，如果你说大家宗教是否很狂热呢，也没有。对，所以它的关键是什么？把国家碎片化，对，创造碎片化的民族叙事，并且尽可能让你用民主，这个西方的民主，我说 democracy 里面多党制。对，那它的操作成本极其低廉，非常低，非常低廉。因为他搞一个政党，他给你搞个报纸，他可能投入的不是1000万美金级，他可能是10万美金级，他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了。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塞尔维亚跟这个斯洛伐克，它其实是两种典型。对，塞尔维亚是在一个极端，它是努力勉强的自主想办法活下去，仰赖他非常优秀的领导层，比如说武西奇总统他们所带领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但是他团队里面也很难受。对，而斯洛伐克呢，更是在这里面，明明人民都觉得现在过得不好，否则的话，你想，事实上非洲已经好几次执政又下来，执政又下来，可是每一次回到西方叙事的执政的时候，没有用啊，改变不了，我的困境还是啊，我做组装车间，可是组了半天，你赚多少钱呢？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德国自己也面临，是法国也面临。当这些事情由于中国在产业链上攀升，其实这些国家都开始面临很严峻的挑战。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挑战呢，对于那些传统的列强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对于这些小国来说是一个机会。就比如说我之前去塞尔维亚旅游的时候，我也乘坐了那个叫做匈塞铁路。匈塞铁路，对，200公里。它相当于是一个非欧盟国家用一条铁路进入了一个欧盟国家，进入了一个欧盟市场。
而恰好匈牙利也是被评为这欧盟里面不乖的那个小国，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总是在想办法，就不管你想把我们怎么拆，但我们总在想着说，哎，我怎么能让走进去？对，所以我之前在这个出访，然后还有这个外出考察的这些时候呢，我和这个尤其是欧美的这些战略界或者说媒体界的这些人交流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们其实呢，不管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比如说他们是想我们其实是应该跟中国交流的，我们应该跟中国做生意，但是呢，从他们的现实利益角度，就是说我能不能拿到经费，我能不能拿到课题，我能不能拿到项目，对，就这些项目这些钱现在输送哪来？输送到了对抗中国，输送到了对抗和打压那些想要跟中国交好的那些小国上面。所以说，事实上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希望把所有的叙事推向一个新冷战，这样有更多的钱，有更多的项目，对吧？这新冷战打得起来吗？对。但是我就说什么叫冷战？冷战，冷是什么？冷就是不要交流了。但你怎么不交流？对吧？对他们这意思就是，哎，最好我就恶心几下中国，中国就不要跟我交流了，就跟当年打这个美苏冷战一样嘛，就多恶心一下，对不对？但是呢，我发现中国人的特点就是这条路不行，我换一条路。这条路不行呢，你现在你通过这个方式限制我，那我通过那个方式来聊一聊。你这边不想跟我交流，你这边卡我这边，我就直接免签。你来旅游吧。塞尔维亚就是一个典型。你知道现在塞尔维亚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吗？中国跟塞尔维亚免签，然后塞尔维亚的一个外交战略就是希望跟世界上所有国家免签，这是我们就是官方写在自己外交部官网上的。然后塞尔维亚现在的特征是我们跟俄罗斯有自贸协定，跟土耳其有自贸协定，跟中国有自贸协定，然后又是个欧盟候选国。那现在大的这些行为体，大的这些集团，他现在说我要脱钩，我要冷战。但他打得起来吗？冷战打不起来。然后呢，他在这个摩擦的过程中、动荡的过程当中，塞尔维亚这样子的国家，它会变成一个中介机制。很多欧洲的国家，很多欧洲的公司，因为看到中塞要签自贸协定了，反而选择把工厂开过去了。他的确加强了欧盟在塞尔维亚的影响力，但是也加强了塞尔维亚跟中国的关系。对，它成了一个特殊的地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是不是有一些国家也有点这个意思。对，你想，我就刚才想说嘛，你说东南亚，其实我们规划了3条铁路，对，就是你这条不行，我就试着盖那条。那中老铁路现在已经盖出来了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那但是我们必须要和这个观众朋友们强调，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国家拟人化，因为有一些朋友会，比如说之前哪个国家跟我们好，我们就说，哎，我们是铁，然后呢之后呢，可能由于政治动荡，它换上来了一个用各种手段，不管是你说明的暗的，对吧？不管是广场革命、颜色革命，还是通过这个基金会的各种操盘，他换上来一个反华领导人，然后我们就说这个国家怎么这样，跟我们不好，要开始羞辱人家，或者说这个贬低人家。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建立一个基本的世界观，就是中国首先我们现在正在逐渐变成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世界多极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知道。不管是塞尔维亚还是这个斯洛伐克，今天的侵华其实是这个领导人或者说这个领导集团的一个理性选择。对，可是，一旦他们如果遭遇到某种外力，他们离开了权力中心，有可能这个国家会180度的转向。所以呢，当它发生转向的时候，我们不要对它失去希望，我们要等待，我们要给它时间，我们也要继续去努力，然后保持交流，保持工作，保持这个交谈，好不好 ？OK， 我想补充一点刚才王小琪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部分，很多人在讨论国际政治关系的时候，都把拟人化，就我跟你不好就没有了。但是国跟国之间，它其实是很复杂，它是一大群人小一点的国家几十万人，大一点的国家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它这当中这个利益是盘根错节，但是有一件事，反走过必留下痕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或者是第一贸易伙伴。所以在这积淀当中呢，它其实产生了多重的一个影响。第一个，量变产生质变是我一再强调的，所以每个国家里面或多或少都会形成一个跟中国
这个在利害相关上面所形成的。大家真的不要低估经济利益所创造出来的。什么叫和气生财？和气生财的本质是我跟你有共同利益啊，而且这个共同利益我们可以创造未来啊，那未来可以创造更多利益啊，那它就会漫开。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看93阅兵，为什么93阅兵它能够如此盛大，而且端出这么多，把军民一线被干成军盲了？这逻辑是什么？因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尤其近10年的高速发展当中，它积淀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这个实力。而这个实力，当然它用各种方式呈现出来，包括在工业技术的先进啊，包括在军武技术的提升，还有在世界各国储备了大量的一个底层的思维逻辑，就是每一个国家或多或少都有华人，还有跟华人做生意的，还有跟这个整个这个中国做一些连结的人，而这些人他一定也会为他的利益而发声。所以今天可能一时向东，但是他可能明天会一时向，他可能会吹回来。这也是我刚才讲到非左的时候，你要仔细看它是上下上下上下。它如果最近垮了也不意外，它可能又会再上来，我们不知道。捷克巴比什政府可能又上来。哎，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就是说啊，中国的存在最大的意义是给别人一个选择，没错。但是，因为我们的存在的意义是给别人一个选择，所以我们要接受一个情况，就是别人不选择我们，我们要接受这个情况，好吧？然后呢，我们要做的是不断的去做工作，然后呢，给大家提供更多的选项，这个是中国可以做到的事情。然后呢，讲完东欧，这次不得不说啊，我们有一个重磅嘉宾，我们这个从我们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邻邦，也是从历史上面延续下来的，叫做血盟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朝鲜的领导人也是来到了这次大阅兵，而且他的位置非常非常的前，他是站在这个中国领导人的旁边的。所以说，我觉得朝鲜一直以来的关系呢，它的发展，不管是中朝还是朝鲜自己在国际上面的一个努力，它其实是反映了我们今天世界局势不断变化的一个非常小的缩影。因为我要提醒各位观众啊，朝鲜领导人由于出访长期选择坐火车，所以呢，他出访的机会不是很多。对，所以说每一次出访，基本不当配角，一定得是与我相关。对，而这一次是朝鲜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席一个叫做多边外交场合。那么我相信啊，这也是朝鲜走向国际舞台的一次努力和尝试。对，是我来补充一下这一块啊。朝鲜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在哪里？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唐朝的时候，这个当时有打百济哦，百济之役，然后后来当然就是为了救新罗嘛，跟百济跟日本倭国。哦，那当时我们称日本为倭国。那另外呢，到了明朝的时候，有万历3大征之一嘛，哦，就朝鲜之役，当时也是丰臣秀吉跑来朝鲜。那到了近代有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哦，后来这个当时这个打完之后，其实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刻。那我们台湾就马关条约就被割让了嘛。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里面有个双重属性？朝鲜为中国之大门，亦为日本进入中国大陆的一个桥梁，的通道。所以朝鲜问题的复杂性在这里。另外，朝鲜的属性很有意思，因为它自己呢，它是由2块山地构成的，它的这个主干还有这个长白山，它是构成，它是有一个相对的安全地理区。那这个安全地理区呢，它又形成它的面积又够大。然后又有相对好的农耕条件，因为它也属于季风亚洲地带，所以它又能够粮食自给自足，而且还可以发展出一定复杂程度的社会文化。大家知道，朝鲜历史其实相对的是长的，比如说从这个三韩时代啊，然后到后来这个前三国后三，它有一个悠久的历史。而且现在由于这个为了建设他们的这个民族自信心，这个尤其是这个韩国那个部分历史越来越悠久，历史越来越辉煌。对，但是这个是题外话。渤海国都变成北朝了，这个有机会到岛连线我们再来聊。然后呢，不好意思自肥一下。那所以我们在看待朝鲜问题的时候，你会了解到，朝鲜其实它本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意识，而且它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是它又是一个在看待中国崛起跟日本的力量之间呢，你可以看到它是博弈的一个点，它是一个平衡板，它是个通道。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那日本不行之后，后面有这个美国嘛，它力量就进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朝鲜，这个朝鲜领导人他穿着西装笔挺，很礼貌的来到了
这个北京，然后大概他就在中国领导人的另外一侧，另外一侧是普丁，一侧是这个朝鲜领导人。其实它这里面具有很重大的一个地缘政治意义。它除了有共同抗战血盟的意义之外，它的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东北这个区域，它这个大门到底现在是归谁？这很重要。那大家不要忘了哦，同一时间，这个朝鲜的兄弟国。他们是这个被他们自己南边的领导人自己誉为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的分裂国家嘛？那他们其实同时都受到邀请，而且其实同时都有来，一个是2把手，一个是1把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朝鲜长期以来从历史上来看，它有一个东西叫4大主义，所以当代朝鲜是一个双重性，它既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不管是南边的或是北边的，他们都很强调自己的主体性。但是同一时间，他们有一个4大主义的传统，而这个传统让他们知道哪一个风向是绝对正确，他可以往哪边的。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敏锐嗅觉的，所以在9山阅兵的当下，这个一个强大而壮盛的这个中华这个上升的时候，他们一起参与到这里面，而且呢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的时候，它是有很强的一个历史意义的。对，OK， 那我觉得我们聊了这么多呢，我觉得这一次的我们的这个9·3阅兵，作为不单单是展现中国实力和中国新型武器装备的这么一个舞台，是我们铭记历史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时刻。那么同时呢，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去了解我们过去10年我们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环境，那我们未来应该要怎么走？那么回顾历史和展望未来的话呢，我也希望说我们用剩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每个人可以呢去聊一聊，就是你对于过去10年、今天和未来10年，你希望我们这个世界能变得怎么样？然后呢，你认为我们去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今天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好，你刚刚提到了4个字铭记历史，那我觉得这一次这也是我之前在一期视频里面有提到过的一个点，我们抛开政治去谈577过来，他为什么要来？我们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牺牲里面，也包括577的家人。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我们国家的元首，他为了纪念至少在我们欧洲战场上面牺牲的那些人，他有义务过来。对刚刚提的朝鲜领导人更是这样。我们想想看，他的家人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在抗日战争期间，有过什么样的贡献？然后呢？你说到回望过去，展望未来这一点，其实我在整个阅兵期间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2个点。大家其实应该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各种武器啊，还有什么东风61啊，对吧？我们当时还在想这到底是什么，对吧？包括金老师也发了啊，对吧？但我其实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末尾8万支和平鸽，还有大家记不记得一个小细节，在联合国维和部队方阵经过的时候，所有国家领导人是起立的，起立，真的。就我们任何一次阅兵，它传递的信号是：我有意愿维护和平，并且我有能力维护和平。为什么和平对我来说会至关重要？塞尔维亚每一代人都经历过战争，可能如果我们把00后算进去，00后没有经历过，但我们现在在巴尔干看到的情况是一个并不知道要对号入座的欧盟。在俄乌危机里面，非常非常的尴尬。他们急需一场胜利，他们这场胜利从哪里来？他们想在巴尔干又动刀子。我不希望我们国家的00后再去面对一场新的战争，然后又一场战争，然后又一场战争。因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我用30年去发展经济，难道我这30年发展经济是为了下一场5年的战争吗？不是的。所以我觉得和平这点很重要。当然，对塞尔维亚来说比较可惜的是，目前科索沃的维和部队还是北约的维和部队。至于这个北约的维和部队在那里干嘛，大家我这里就不用说了，因为直播没有屏蔽音然后我也非常希望这个中国的维和部队能够到科索沃
参与维和，因为我们如果真的要看到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世界上任何一个存在危机的地区，应该用已有的机制，我们不能抛开联合国机制，我们不能抛开安理会机制，我们有和平机制，我们为什么不去用它？如果有了和平机制，我们一定要把它利用起来，并且把它用到位。如果要把这个和平机制用到位，这样的阅兵，它展现的就是有了机制，我有实力可以把这个机制让它发挥到实处。如果没有这个实力，哪怕是5常，剩下几个也未必会当真。现在他一定当真，尤其东风6一出来之后。对，其实作为一个台湾人哦，很少有机会可以深度的去花这么完整的时间，因为今天早上我们3个大家是一起看的嘛啊，去参与到这个大陆的一个阅兵的一个状态啊。那说到不要战争，其实台湾的心情跟塞尔维亚人是非常像的。对，因为我们一直是在西方所说的风口浪尖上面，尤其西方人都给你画时间了，2027年打。而且他给你拟定各种状况，台湾现在到一天到晚一大堆兵推，可是他们所说的实况跟我今天亲自来到北京所看到的状况，我老实讲，这些外媒、这些台湾所有的这些智库胡说八道，没有一句话是真的。你的演训是真的吗？你有看过吗？那今天的武器你拿出，你看得到？你能够还这边掷骰子吗？掷骰子能够决定战争吗？你玩大风回去吧。所以，其实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看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CCTV 的转播上面，他写的是1945到2025啊，他不是写1949到2025啊，他铭记的是一场历史的教训。这场教训是什么？中国最衰弱的时候，有一个省陈建制被割让掉，那就是我们台湾，那是被帝国主义侵略最黑暗的时期，完全悲哀。所以当时有人高举了火炬，在哪里？在远在夏威夷檀香山，他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组织，叫做兴中会。他要来改变中国这一个非常非常衰弱时期，上一国嘛。这也是为什么西医在这个中国历史有一些特殊的地位。以前是郎中，结果后来有特殊地位，就孙中山。当然，一大堆铁粉。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铁粉叫蒋渭水，号称台湾孙中山。他搞了一个台湾民众党，不是现在这个啊，就是他那个党旗跟当时的孙中山旗帜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中国从一个非常衰弱的状态，逐步重新走出自信。中国最衰弱的状态，第一叫甲午战争，第二叫八国联军。然后在往前走的时候，终于有一场战争靠着自己抬头挺胸打赢了，那就是在1945年的时候。让日本天皇念出投降诏书，而且按照中国意愿来投降，就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在和平诏书里面，它是按照4国公告，4国公告就是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里面有一条就是依照开罗宣言行事，开罗宣言行事就是必须归还台湾、澎湖还有满洲，满洲就是东北。这是中国人抬头挺胸把它打赢这场战争，而这其实两岸大家都有参与。那在这里面呢？这个是中国重新崛起、重新恢复自信，终于不是东亚病夫，而且在战争当中，中国其实常常去帮人啊，包括去缅甸，那死伤惨重，那别说了。所以在这样的叙事里面，其实两岸要共同来看待这个事情。那我作为一个台湾人，我有一点台湾视角给大家做一点回应，因为我讲到这个事情，我是激动。我看到这么多的军武的时候，我是4个字叫与有荣焉。今天看到了中华民族终于昂首阔步，用自己的方式，不是去侵略别人。不是去打击别人，而是告诉世界，你还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不是我强大了，我就要去霸凌别人，去用帝国主义形式，让我们远在塞尔维亚的朋友，他感受到一点安心。当这个运20飞到了塞尔维亚的时候，那一个感觉是令人激动跟振奋的。对，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在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什么是93阅兵？它是一个中国叙事，而这个叙事是什么？中华民族所提供的，从来不是侵略他人，从来不是恃强凌弱，而是共同繁荣。讲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我讲那句话叫和气生财。大家要什么是和气生财？就创造未来嘛。那创造未来，你也要有一个兜底。所以93阅兵把自己的家底给展现，但事实上我觉得也不是全部家底的，大家也知道嘛，对不对？这个预言一代，研发一代，这个装备一代嘛。所以呢，这个在这里面只是告诉你还有惊喜。哎，对我能。但是我不想，
任何的秩序的一个维持，它有一个基础，所以这让我想到历史上，因为毕竟我台师大历史系的硕士所以我导师从历史叙事里面天可汗回来的。但这个天可汗跟古代天可汗还是不一样的，古代天可汗它是有上下位之分的，而现在的天可汗它不是上下位之分，而是透过自己民族的叙事站得起来之后，而印证了在天安门广场那一句话嘛，那句话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没错，所以叫人民万岁嘛。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让大家都共享这个机会，世界有一个新的秩序。所以我说，2050是个变局。这个变局就是怎样？世界虽然很动荡，但有变得更好的一个方向，而且很多国家加入，尤其从这个中国大陆周边的邻国开始，真的是一整圈里面，你几乎看不到不开心的。哦，有一些这个可能还没那么快那么开心，但是大部分人都加入到这里面。那接下来呢？所以下一个，我觉得接下来 next， 因为我们20世纪已经过了25年，所以再往后走，其实9胜阅兵会是一个，也是2025年世界大事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关键点，对100年未有这个世界已之大变局经过了1/4了。没错，没错，这是我今天作为一个台湾人一个很深刻的感受，也是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好的，谢谢。其实呢，从我做节目以来，我就一直跟大家在分享我们这个中央提出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观点，就叫做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第2次世界大战，还有这个抗日战争？是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呢，反法西斯的胜利，或者说反法西斯的这场战争，相当于是我们历史中一个非常非常高光的一个时刻。可是这个时刻不能够代表所有。首先，第一啊，帝国主义的崛起，它并不是在1930几年或者1940几年，它是在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中期和晚期开始。那些所谓先进的民族以自己更加先进为理由，就去瓜分，就去侵略，就去压制，就去剥削那些落后弱小的民族，把他们变成自己的生产原材料。在他们眼中，这些人可能不算人，或者算半个人。对，那么当他们把这个世界瓜分完了之后，他们开始选择互相厮杀，帝国和帝国之间杀。对啊，第1次世界大战杀完了，觉得不够，第2次世界大战继续杀，因为后面又崛起了几个国家。但是大家要注意，如果以帝国主义为一个视角来讨论的话，那么我们要看到第2次世界大战只摧毁了3个帝国：德意志帝国、对，意大利帝国和大日本帝国。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的帝国，在2战之后是轰轰烈烈的第3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这个是后来的主题，世界历史的主题。而再到今天，我们是否还是在反对那些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好像还是的。所以说我一直以来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其实真正参与过那场战争的人会越来越少。没错，他们都在离开。就好像这一次我们会看到老兵方阵是不直接接受检阅了，为什么？对，太老了，已经熬不住那个太阳了，对不对？我看很多人100岁了。有一天，对，终有一天，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全都没有参与过那场战争。那么到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学习和记忆这场战争？我认为，和平和研究如何追求和平，和我们是否要去研究、订立和制造一个更适合我们下面我们人类文明往下走，往一种更加公平、更加和平的方法、更加繁荣的方法去走，这个是我们共有的一个命题。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命题可以交给到我们这个屏幕前面的所有的这个年轻观众们，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一个追求。OK， 那么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话题的内容，也非常感谢2位老师和我一起搭档完成由哔哩哔哩官方举办的93阅兵特别企划的直播。期待呢这场分享能让大家有所收获，也希望全世界可以一起共绘和平发展蓝图。在接下来的直播时间，UP主李翔、杨生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金灿荣老师3位嘉宾将继续陪伴大家解码
93阅兵，大国利器将如何影响百年变局？同时啊，在直播过程中还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礼品，点击屏幕下方参与答题互动和弹幕互动，就会有机会获得。那本时段的直播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好，再见，谢谢大家。好，祝大家变得更强，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再见。超越极限。